你能想象就是不盯盘，也不需要频繁操作，轻松买入就能赚到的实战结果吗？如果你还在盯盘，还在频繁的操作，又累又不赚钱，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认真看完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。第一次收看的朋友，点赞订阅的同时记得打开小铃铛，以便长期来收看我的内容。今天通过主力的视角给大家讲解一套三线抓黑马的模型，这是我珍藏并使用10多年的方法，非常的实用。学会这个方法，让你少走10年弯路。来看图中这个案例，经过一波箱体震荡后，迎来大幅拉升。图中这根 K 线的位置就是股票的上涨启动点。如果你能买在这个信号的位置，那么接下来就能够拥抱翻倍的利润。那问题来了，这样的翻倍黑马股如何去捕捉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三线抓黑马的模型，还是刚刚的特斯拉这段行情举例子。股价经过一波上涨之后，先是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横盘整理，这就是主力吸筹的阶段。股价反复震荡是为了夯实底部的筹码，为后期的上涨做好准备。在横盘的末期，突然出现一根大涨的阳线，这里跳空算是更有力度哦。而且这根阳线突破重要的3条均线，那这里就是黑马启动的开始。同样的走势在经历过一段休整之后再次出现，所以说黑马的走势习惯会多次出现在一只股票上。我们来看一个案例，这是苹果公司的股票，经过横盘整理，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3条均线，分别是5天、13天和21天的均线。这3个机构参数呢是非常重要的斐波那契数列。如果把这3条线放在一起，就非常的神奇了。我们用这3条线来判断价值的成本区。如果3条线粘合在一起的时候，股价的运行方向就是容易发生变盘。看到这里，横盘末期突然出现了大涨的阳线，同时这根大阳线上穿了这3条均线，这个位置就是黑马股的启动点。第二天，股价突破了重要的主力成本区，形成一波快速的拉升行情。再来强调一下，三线抓黑马的模型中，我们用掉的参数是多少呢？记住的朋友打在评论区。下面我们再来看英伟达的股票走势，股价先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横盘筑底，随后在横盘的末期出现一根大阳线，并且上穿了5天、13天、21天这3条神奇的均线。突破重要主力成本区之后，上涨的空间被彻底打开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3条均线抓黑马，它不需要盯盘，也不需要频繁的换股，只需要每天盘后做好复盘，挑选就可以了。是不是很简单、很省心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同样，如果一根阴线跌破了这3条均线，5天、13天、21天，这也就意味着下跌调整的继续。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，那如果我按照一阳穿3线，在这种位置去介入，那后面涨了不多，随后股价就开始调整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不论多强的股票，也不论多弱的股票，不论你是做短线还是做波段，甚至是中长线，止损位是必须有的。通常我们进场这根 K 线的最低价，我们可以当成止损的依据。未来能起多久，能翻多少倍，没有人能够知道。但我们知道进场之后，我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在哪里。这就是如果后期股价没涨，反而是往下调，跌破了这个重要的位置，我们必须止损出局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随后呢，股价有2天金针探底，下探到这个重要的支撑位。那后续一旦再次出现一阳穿3线的拉升，我们则再次进场做多。我们来看一下这3条线的模型，只要 K 线是在5日均线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坚定的持有待涨。当满足3线抓黑马的模型之后，我们按照一阳穿3线的条件介入，后期只要均线主这3条呈现多头排列，并且股价在均线之上，我们就可以坚定的持股，不要轻易卖飞。那均线就是持股待涨的依据。多头排列就是指短周期的均线在上面，其次是比较长的周期均线，最长周期的均线在最下面，并且均线的方向都向上，这就是多头排列。如果反过来就叫空头排列。
比如说我们看图中5天、13天、21天，这3条均线都向上，并且从上到下依次排列，这就是标准的多头排列喽。这样形态的上涨就是非常安全的上涨，不用担心害怕。那我们要持有到什么时候呢？什么时间必须要获利了结呢？大家看这个股票在翻倍上涨中曾经出现过4次的调整，不论是短时间的暴跌还是连续的横盘，基本上都是回调到了紫色的5日均线或者是白色的13日均线就开始止跌了，并且第2天收阳，继续突破均线，恢复到原有的上升走势。即便调整最深的也是在盘中，也最低价触及到了黄色的21日均线，然后就止跌回升了。这就说明3条神秘的均线对股价的运行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。只要支撑有效，股价收盘价没有跌破最后一条均线，那么这种小的调整都是短线的洗盘，回调都是我们赚大钱、翻倍可以接受的波动范围。另外大家可以注意看，在前面的4次短线回调中，21天均线的方向是一直向上的，只是5天均线或者是13天均线走平，这就告诉我们这只是短线级别的调整而已。所以特别短周期的操作，我们可以跟着5天的均线破位，那么就暂时离开。一旦股价再一次上穿5日均线，这就是短线再一次的机会。但如果我们的操作周期稍微长一些，你大可以把13天或者是21天均线作为一个操作的依据。这就是看大趋势赚大钱，看小趋势赚小钱，不看趋势不赚钱。当5日均线和13日均线靠近再一次发散向上的位置，这就是短线回调结束了，再一次启动上涨的时机。但是当股价跌破了5日均线，继而又跌破了13日均线，并且继续跌破了21日均线，那5日均线和13日均线都转头向下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注意了。特别是21日均线支撑后再一次上涨，但却没有办法突破前期高点，再一次被迫下跌，这通常就是高位的标志。特别是出现一阴跌破这3条线，3条线集结之后都转头向下，这就是我们必须要离开的位置。这是一套非常简单实用的方法，不论是牛熊都可以复制，并且持续稳定的盈利。学会的朋友们，评论区可以回复一个888，股市投资发发发。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